贝卡，贝卡丘，贝卡丘。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今天我想盘点一下神奇宝贝里出现过的所有异色宝可梦。这个话题已经有不少 UP 主都说过了，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貌似都没盘点完全。不过也确实，异色的宝可梦说多也不多，但说少也绝对不少。为了更好的叙述清楚，我决定将这个话题分为2期来讲，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首先是粉菊岛上的所有神奇宝贝。这个岛上的神奇宝贝全是粉红色的，比如说什么粉色的波波、粉色的地鼠等等。而至于为什么这座岛上的神奇宝贝全是粉红色的，这就归功于这座岛上的果实了。想当初皮卡丘也是因为误食了一口这里的果实，差点变成了粉色的皮卡丘。不过我觉得粉色皮卡丘也挺可爱的嘛。第2只水晶大岩蛇，水晶大岩蛇出场于神奇宝贝无印第88集。一般的大岩蛇都是怕水的，而这只水晶版的却能够住在水里面。这可以说是最特殊的一个地方了。在动画里面，本来这个男生是可以收服这只水晶大岩蛇的，但是最后却因为一些原因放弃了。哎，你放弃也就算了，但是小智竟然也没想着要收服，真的是隔着屏幕我都想要戳一下智爷啊！第3只绿色大岩蛇，说了水晶大岩蛇，那再来说一种异色大岩蛇，银色大岩蛇。这只大岩蛇登场于神奇宝贝 BW 第88集，当时小智一伙去一座大岩蛇岛游玩，结果却遭到一群大岩蛇的围攻。而这个时候，一只巨型的绿色大岩蛇出现了，一声吼叫就把其他的大岩蛇全赶跑了，绝对的王者风范。第4只黄金鲤鱼王，黄金鲤鱼王在神奇宝贝动画里出现过2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第1只黄金鲤鱼王出现在这位训练家的回忆里，他那一天不小心掉到河里面，结果从河里面爬起来的时候就捡到了一只黄金鲤鱼王。这个时候一个大叔路过，立马用火恐龙和黄金鲤鱼王交换了，这波交换明眼人一看肯定是亏了的。另一只则出现在神奇宝贝 XY 中，当时小智一伙听到了有关黄金鲤王的传说，便一起来到海边钓鱼，然而根本没看到什么黄金鲤王，结果就在要放弃的时候，黄金鲤王突然就从水里面蹦了出来，随即就消失在了海里面。所以真相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大叔把交换回来的黄金鲤王带到了卡洛斯地区，然后经过了一系列砰砰砰啪啪啪的事件，结果就造就了黄金鲤王的传说。第5只异色大王焰，这只大王焰是丰原地区飞行系道馆馆主的王牌神奇宝贝，小智要想获得徽章就必须得打败它。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只异色大王焰竟然学会了破坏死光，而小智的大王焰在当时还没学会回转弓的情况下就打败了它，所以小智 bug 焰的称号真的不是闹得虚名的。第6只淡红色盾甲，雌性的盾甲在盾甲群里面就已经很受欢迎了，而这只异色的雌性盾甲则更是稀缺物种了。在这个交配的季节里，一群盾甲围着它转，最后抱得美人归的就是和小智有过接触的这只盾甲了。果然跟主角套上近乎就是不一样一些。不过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想要是这个时候小智把自己的盾甲带在身边，那就好玩了。第7只那就是小智的猫头夜鹰了。关于小智的猫头夜鹰我已经做过不少介绍了，这里我也不再多说了，反正我是挺喜欢猫头夜鹰的，不仅是因为它聪明稀有，更重要的是它是小智手里为数不多能够使用超能力系绝招的神奇宝贝，而我本人是非常喜欢超能力系绝招的，感觉 so cool。第8只闪光裂空座，这只裂空座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它出现在神奇宝贝剧场版里面，被胡帕召唤出来对付其他的神兽。这只裂空座可以说非常给力了，它自己就能够超进化，因此在这场神兽大战中帮了不少忙。好了，以上就是我这期的异色宝可梦盘点，当然还有一些异色宝可梦没说，这就留给我下期来盘点了。那么求关注，咱们下期见吧。